带着满腔的怒火。楚风冲进了帐篷之内，这一刻他能够清楚地看见，在这帐篷内有着9名小女孩，年龄都未满10岁，大部分都是5、6岁的模样。这些小女孩此刻有几个被扒光了衣服，正一边哭喊一边在帐篷内乱跑，而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位一丝不挂的老头，正张牙舞爪地追赶着他们。这老头长得那叫一个猥琐，笑的那叫一个淫荡，一边追赶着小女孩，还一边呼喊：“我的小宝贝，不要跑，给你尝尝好吃的！我操你娘的，你他妈还是人吗？”楚风愤怒不已，冲上去一脚便将那老头踹倒在地上，随后对着他那猥琐的脸庞就是一顿大拳头。楚风的拳头异常有力，打得那老头惨叫连连，肩前的猥琐笑容早已不在，对楚风吼道：“你是谁？竟敢打本大人！哎呦喂，别打了，停！我是谁？我是要宰了你的人！”楚风越听他叫唤就越生气，所以那抡下去的拳头也越来越用力，先是将这老头的鼻子打扁，腮帮子打歪，牙齿打碎，最后硬生生的将他的脑袋打裂。为了避免给这群小女孩留下更大的心理阴影，楚风并没有使用太过血腥的手段，而是自己的怒火消得差不多的时候，便运用淡淡的力量将这老头活活的吞噬。将为灰袍界灵师解决后，楚风转过头看向那群小女孩，发现她们此刻都站在原地，用那一双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自己，脸上还残留着先前的惶恐。只不过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却并没有惧怕之色，仿佛知道楚风不会伤害他们，是在帮他们一样。你们都是来自傍山村的吗？楚风开口问道。小女孩们一同点头，显得很是乖巧。谁叫妞妞？楚风扫向小女孩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他希望那个叫妞妞的小女孩能活下来，至少给牛子和胡子一个交代。我叫妞妞。突然，一道稚嫩而轻灵的声音响起，一个小女孩向前走出了一步。这个小女孩穿得很是简朴，粗制的布衣满是缝补，那双小鞋一只露着2根小脚趾，另一只干脆露出了半个小脚丫。但就算这样，小女孩还是不舍得扔掉。别看小女孩穿得很破旧，但却并不能影响她的可爱。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仿佛2道璀璨的星盘，不染一丝尘埃。尤其是那头上扎的2个小马尾，更是将女孩的可爱衬托到了极点。你就是妞妞？楚风上前问道。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大哥哥，你认识我吗？妞妞以那好听的声音回问道。认识，现在不是认识了吗？我是受你2个哥哥所托，来接你的哟。楚风笑着抚摸着妞妞的小脑袋，发现这个丫头还真是招人喜欢。之后，楚风以特殊手段悄悄地将这群小女孩带出了玄武城，这才将白头雕召唤而下，将这群小女孩扶到了白头雕上。小白，将他们送回今日我们去过的那个村庄。楚风对白头雕说道。而听到楚风的话后，小白也是很有灵性的点了点头。看到小白的表现后，楚风很是满意，这就是他喜欢小白的地方。尽管已经掌握御空术，但是楚风还是喜欢小白做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不仅省力，小白还是一个得力的助手。大哥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突然，妞妞的声音响起，回头观望，楚风发现其他的小女孩坐上白头雕都害怕的不敢抬起头，而是趴在白头雕上，紧紧地抓住白头雕背上的羽毛，连动都不敢动。但是这妞妞却不同，此刻胆大地坐在白头雕的脖颈处，挺着小腰板，正用那天真的大眼睛盯着楚风。哥哥，有事要做，不能送你们了。楚风笑了笑，随后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些金子，这是楚风在玄武城内偷的。将金子交给妞妞后，楚风又嘱咐他要将这些金子交给父母，让他的父母带领他们尽快离开那座村庄，并且嘱咐妞妞长大后和他哥哥一起修武。而妞妞更是聪慧的点头答应，将楚风的话全部记在了心中，并且在楚风准备送他们离去后，还追问道：“大哥哥，你叫什么？”见状，楚风有些犹豫，他不知道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妞妞是好事还是坏事。可是看到妞妞那渴望答案的眼神，楚风还是笑着回道：“楚风，楚风大哥哥，妞妞会一直记住你的。”妞妞甜甜的笑道。在将妞妞他们送走后，楚风则又偷偷的潜回了那变态界灵师的住处，将他的界灵灰袍套在身上，以他的名义将这麒麟王府的大军在深夜中召集了起来。楚风要开启这地藏入口，要搜索那其中的宝藏，但他也知道这地藏内危险重重，以一人之力难度很大。而如今麒麟这么多人，他自然是不用白不用，准备利用他们开启地藏，就算有危险，也让他们先上，做替死鬼。就算这里的人全部死光，楚风的心里也不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因为此次派来的麒麟王府的人全部都是灵氏族人，这灵氏族人楚风一直没有好印象，所以恨不得他们全都死光。只不过楚风突然将麒麟王府的大军在深夜集结起来，开启结界入口，这可引来了许多人的不满。见楚风正在布置大阵，一些人开始交头接耳，偷偷埋怨起来：这个老变态又抽在什么风？这么晚了将我们叫出来，谁知道呢？可能是将那几个小女孩给糟蹋死了，闲着没事干便来折腾我们吧。他妈的，他真是个变态！我们麒麟王府怎么供了这么一个怪物？嘘，小点声，咱们林氏可就靠他稳定在王府的地位了，必须好好伺候着。对于人们的议论，楚风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就算这些人骂的也不是他，而是那个老变态。而在精心的布置之后，楚风这座超强破解大阵终于在淡淡的指导下完成了。此刻已经运转开来，大阵开启，光芒流转，宛如一轮明日，将这方天地照得一片通明。尤其是那诡异的符咒，更是仿佛具有生命一般，不断地探索着那封锁的结界入口。你们快看，这次老变态布置的结界阵似乎很是不同，竟然如此的华丽。这一刻，许多人都是为之惊叹。切，虚张声势罢了。依我看，他根本就打不开这结界入口，要是能打开的话，
不就早都打开了，何必在此待这么久？但也有人觉得那结界入口根本就打不开。可就在这时，只见那结界大阵的光芒突然开始收缩，随后宛如倒流的泉水一般涌入那结界入口之内。那本封闭的结界入口，此刻竟然化作了一座巨大的黑洞。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无比吃惊地说道：“竟然打开了！地藏入口已然开启。”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激动无比，因为没人知道在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危险，但他们都很期待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宝藏，怎样的机缘。这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期待着这位指挥下令，让他们进入这其中，去寻找那期待已久的宝藏。见状，楚风并没有说话，因为他实在不想去学那个变态界灵师猥琐的声音。于是他将手臂微微抬起，随后猛然落下，进入。而在楚风的下令之后，麒麟王府的大军便一拥而上，冲入了那地藏入口之中。不得不说，麒麟王府的大军真的是训练有素，各种工具运用得非常到位。本黑暗的入口被他们弄得灯火通明，在这样有序的前进方式下，数千人组成的精英部队很快便进入了这地藏之中。而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浩瀚而深邃的岩洞。进入这里后，所有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没有一个人擅自行动，而是完全服从楚风的指挥前行。楚风，这座地藏入口是完好无损的，我们很可能是第一个进入这里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加倍小心，因为这说明这里的机关也是完好无损的。若是触发，就一定是由你们来。在前行了一段时间后，淡淡凝重地提醒道。而楚风也发现了这里的不同，这里大得离谱，前行了数个时辰，却还没有走到尽头，并且越走越浩瀚，到的后来就像走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地底世界。楚风只能依靠界灵罗盘分辨前行的方向，但楚风却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楚风他们这一走，就如同走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他们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在这庞大的世界前行。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渐渐的，就连这训练有素的麒麟王府大军都是不免有些绝望起来。他们在想，这个地底世界会不会永无尽头？不过好在他们进入这里的第10日时，总算出现了转机。在那浩瀚的岩洞世界，前方出现了光芒，那竟是一座巨大的城池，白色的岩壁，精致的宫殿，高大的城墙，壮阔的大门。这样的城池，此刻就出现在这地底世界之中。这一刻，所有人都异常兴奋。在这浩瀚的地底世界之中，是谁建造了这样的城池？这里面究竟住着人，还是藏着宝藏？想到此处，所有人都无法控制自己那激动的情绪，迈开步伐便向那城池冲了进去。因为在经过了10日无尽的赶路之后，这座城池就像是一道曙光，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可在上千人涌入城池之际，楚风却是眉头紧皱，他总感觉这座城池很怪异，但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而看着那么多人踏入城池后，并没有发生不对后，最终楚风也是决定走进去瞧瞧。只不过刚刚踏入这座城池，楚风便感觉不对，惊愕地发现这座城池内布满了迷雾，根本就看不清前方的路，并且禁忌的可怕，之前涌入此城的人竟然全都不见了，一个人影都没有剩下，但却明明能够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最主要的是，楚风回头观望，发现已然没了退路，在他的四周满是迷雾。糟了，这竟然是一座结界阵！楚风暗叫不好，因为这座结界阵太厉害了，以楚风的精神力，竟然没有洞穿它是一座大阵，还以为这真的是一座城池。救命！不要逼我！就在这时，在楚风的前方，各种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不断。不用想，楚风都知道，一定是那些王府护卫遇到了不测。那痛苦的惨叫响彻了好久。楚风仔细聆听着，当那络绎不绝的惨叫停止后，楚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先前发出惨叫的声音数量，竟刚好与此行的护卫人数对等。这也就是说，此次来到这里的人，除了他以外，很可能都已经遇到了不测。但怎么办？在这阵法之中，我什么都感测不到，连退路都找不到。此刻的楚风能够感受到阵阵刺骨的寒意，那不是简单的寒意，而是死亡的气息，是死亡的气息正在靠近，正在吞噬他的身体。这让他也不免感到慌乱起来，急忙向蛋蛋求助。别急，我若没有猜错，这不是一座简单的结界大阵，更像是一座幻象阵。蛋蛋说道。幻象阵什么意思啊？楚风追问道。也就是说，想通过这座大阵，是你如今掌握的界灵之术所无法破解的。在这座大阵里，你会产生幻象，那幻象会对你造成精神压迫。你若能抵住这种压迫，便可识破眼前的一切，摆脱周围的迷雾，离开此处。但是你若无法抵住这种精神压迫，就会如同之前的那些人一样，丧命于此。蛋蛋解释道。那我该怎么做？为何我此刻还没有产生幻象？楚风感到不解。可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呼唤声在那迷雾之中响起。听得这个声音之后，楚风的身体不由一颤，因为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而当他将目光投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后，更是不由大惊。在那里数十道身影正在缓缓靠近，竟然全部都是熟悉的脸孔，是楚家人，是已经死去的楚家人。而为首的正是楚风的父亲。父亲，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见到自己的父亲，楚风激动得热泪盈眶，什么都没想便向前冲了过去。楚风，不要过去，那是幻象。而就在这时，淡淡的声音却在楚风脑海响起。幻象！楚风恍然大惊，而再次看向他父亲之际，惊愕地发现他父亲等楚家人竟然正手握利刃向楚风压迫而来，并且他们的速度和力量竟然皆是玄武巅峰。面对这些往日亲人的进攻，楚风有些不知所措，借着淡淡的力量一边闪躲一边问道：父亲，是你吗？住手！我是楚风啊！你这笨蛋，都告诉你是幻象了，你还问？别愣着了，快杀了他们，否则他们的力量会随着你的神志不清而变得更强。淡淡当头棒喝道：不行，
我下不了手。而楚风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尽管蛋蛋在不断提醒，尽管他自己也知道眼前的不过是幻想，可是要他亲手杀掉这些至亲之人，他还是狠不下心，下不了手。笨蛋，那是幻想，并非真的是你的家人。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杀了你，你就要死在此处。难道如同那些人一样，困死在这大阵之中吗？你知道吗？蛋蛋急得大吼起来，因为他觉得楚风的神智也被这幻象阵迷惑了。我听得蛋蛋的怒吼，楚风愣了一下，终于缓过神来，随后他咬了咬牙，大声喝道：不，我不能死在此处！你们这些该死的幻想，都给我去死吧！话罢，楚风止住闪避的步伐，闭上双眼，将虚空龙吟刃施展而出，强大的压迫从天而降，那数十道幻象便被压迫的连动都无法动，快要被硬生生的粉碎。凡儿，不要，快住手！我是你父亲啊！凡儿，我是你爷爷，不要这样！然而这一刻，那些先前还杀气腾腾的幻象们，竟然开始呼唤起楚风的名字。只不过已经下定决心的楚风，不但不再理会他们，反而加大了虚空龙吟刃的力量，最终将那数十道幻象活生生的碾压致死。成功了，感觉已经平息，楚风才缓缓地睁开双眼。而当他将目光扫向周围之际，神情却是不由一僵，瞳孔顿时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那些幻象并没有消失，在他的四周竟然有数十具尸体，那些尸体正是他父亲以及楚家人们，他们死得非常的惨，皆被碾压致死，轻的还能分辨出是谁，严重的已经化成了血水，已是无法辨别容颜。这一刻，楚风傻眼了，无力地跪在了地上，因为以他的精神力去感应，竟发现这些尸体是真的，那上面还残留着他家人的气息。他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家人，我这是做了什么？我竟然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杀死了爷爷，杀死了大伯二伯。楚风双手抓头，双眼闪动，此刻的他有些抓狂，精神已经崩溃，痛不欲生的神情挂满了他的脸上。楚风，你在做什么？那些都是幻象而已，是幻想。见状，蛋蛋赶忙提醒起楚风，不，那不是幻想，那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家人，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气息，他们本来没有死，但我却在刚刚亲手杀了他们。你傻了，那就是幻想，你是因为无法抗衡这大阵的力量，才无法分辨出他们的真假，因为你的精神力在这里早就失效了。楚风，坚强一点，这是你的心魔，是你放不下的负担，这幻象阵正是抓住了你这个弱点，才变换出他们的模样，你一定要坚持，坚信自己，坚信自己是对的，他们就是幻想，一切都是假的，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你就消除了心魔，内心再无愧疚，再无负担。淡淡的声音不断在楚风耳边响彻，仿佛一道指路明灯，指引楚风前往一条通往活下去的道路。而在淡淡不断的提醒下，楚风的神智总算渐渐清醒，他开始坚信淡淡的话，坚信自己不再逃避，而是正视那些尸体，正视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楚风的正视下，那些尸体竟然开始变得虚幻，血液消失了，尸体消失了，最终彻底消失了。此时此刻，楚风终于能够正视周围的一切，他发现他还在迷雾之中，但是与之前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他已经知道克服这幻象阵的方法。淡淡，多谢你，若不是你在，我恐怕无法度过这道难关。楚风后怕地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冷汗，谢个头呀，咱俩谁跟谁？何况那根本不怪你，只能说是这幻象阵太强了，那幻象太过逼真，且迷人心魄，没有人能一开始便分辨出那是假的。他就是以情攻心，因为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都能让人奋不顾身，也能让人失去理智。但是我相信，就算没有我，你也一定能够克服这个障碍，解除自己的心魔，放下过去。淡淡甜甜的笑着，那灵动的声音极其好听，最主要的是听在楚风的心里暖暖的。不错，天赋不错。可突然之间，一道深邃而古老的声音突然自楚风的身后响起。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楚风的身体都是不由一颤，因为与此同时，他在身后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压迫感。而回头观望，楚风惊愕地发现，在他的身后竟然有着4双血红色的眼睛。这4道鲜红的眼睛，一双如同灯笼大，而另一双更是能有2个灯笼大。血红色的双眼虽然没有散发出杀气，但还是看得楚风心惊不已。他的精神力在这里失效了，他无法去感应那血红双眼的主人为何物，但是他却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小鬼，你叫什么？那深沉的声音再度响起，宛如铜钟一般响亮。晚辈楚风，不知前辈尊姓大名？楚风恭敬地回道：本尊玄武遁甲术。你小子运气不错，不但能够寻得这里，还能够抵住心魔幻象阵，总算有些潜力。只要你愿意帮本尊一个忙，本尊便考虑将我的能耐传授于你。只是不知你愿意帮否？那神秘的存在继续说道。而听得此话，楚风的内心顿时狂喜不已。玄武遁甲术，又自称本尊，这相同的语气，相近的名字，已让楚风猜到了对方的身份。这很可能就是藏匿在地藏之中的另一种秘籍。想到此处，楚风怎敢犹豫，急忙应道：前辈请吩咐，只要是晚辈能做到，一定全力而为。哈哈，好聪明的小鬼，看来你应该知道本尊为何物了。你的体内，我感受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想不到白虎那个自傲的家伙，竟然臣服于你。听得此话，楚风不由一愣，万万也想不到，对方竟然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白虎攻杀术。哈哈，你不要担心，本尊并不像他们那样自负，不会介意同任一主，只不过想要得到本尊的能耐，我还要试探一下你的勇气。玄武遁甲术说道。如何试探？楚风追问道。顺着此处一直向前走，有一座石质古堡，在那古堡的深处留着一个被封印的箱子，将那箱子帮我取过来，我便传授你我的能耐。当然了，想拿到那箱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限你5个时辰，若是做不到，那也只能说明你我无缘了。突然，那玄武遁甲术一阵怪异的大笑，而在那笑声之下，楚风周围的迷雾也是随之消退。当那迷雾彻底消散之际，楚风已是回到了浩瀚的岩洞世界，只不过那玄武遁甲术也已是消失不见。前辈，那里是有什么东西守护着吗？还是说有着怎样的机关？楚风大声追问，但是奈何那玄武遁甲术却一去不复返，如同彻底消失一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一刻，楚风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玄武遁甲术所说的方向，那里有着一条岩壁构成的通道，与朱雀山脉下那座地藏入口的通道有些相像。楚风并未犹豫，而是再度拿出剑绫罗盘，向前行走而去。面对秘籍的诱惑，他实在无力抗拒。楚风，我觉得那秘籍可能是在骗你。可就在这时，淡淡却凝重地提醒道：“淡淡，此话何意？”楚风问道：“我觉得那秘籍很是狡猾，他并不会太过简单的就将自己的能耐传授于你。先不说他说的东西可能很难得到，就算你得到了，交给了他，他也未必会认可你，甚至会将你吞噬也说不定。”淡淡提醒道：“不会吧？这样利用我，他有什么好处？”楚风有些不解。这很简单，他之所以待在此处，很可能是被困在了这里，而他要你拿的东西，也许能让他恢复自由之身。你要知道，秘籍都是很自负的，除非是非常强大的人，否则他们并不愿意屈服。所以这导致有些秘籍在离开第一任主人后，便不再选择任何主人，而是以自由之身游荡于天地之间。除非遇上超级强者，强行将他们征服，否则他们不会为他人效力。刚刚那个秘籍，他和白虎攻杀术不同，他故意说自己不自负，但却更有掩饰自己自负的嫌疑。我总感觉他不会那么简单的屈服于你，反而更像是在利用你。淡淡解释道：“的确，触手可得的好东西，总会让人感觉可疑。不过，我现在却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何况眼下他让我取的箱子，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拿到。”楚风已经走进了那座巨大的岩壁通道，而在他的眼前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巨型符咒，这竟是降魔咒。难道这里也有恶灵守护？这一刻，就连淡淡也不淡定了。降魔咒是束缚恶灵所用，而能成为恶灵者，最弱也有者天5境的修为，那可根本不是楚风能抗衡的。看来那玄武遁甲术还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楚风苦笑一声，不由得更加小心翼翼，但却并没有停止前行的步伐。5个时辰，他可不想浪费。而在经过了1个时辰的赶路之后，这座岩壁通道也是开始变得巨大，并且那降魔咒也是越来越密集。这也就是说明，楚风距离那恶灵已是越来越近。终于，在行走了2个小时之后，降魔咒消失了，而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古堡。这古堡的形状像是一个人形骷髅，狰狞而可怕，给人一种极其阴森的感觉。楚风为了不引起注意，不得不收起戒绫罗盘，将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小心翼翼地自那如嘴一般的入口进入。楚风，你听我说，以你如今的实力，遇到恶灵必死无疑。恶灵掌握结界之力，他虽然没有精神力，但若是锁定了你，你几乎无法逃开。所以遇到恶灵，你一定要让我来操纵你的身体，否则你我都要死在恶灵的口中。若是被他吞噬，不仅是你，就连我也必死无疑，会如本源一般被他吞噬炼化，消失的彻彻底底。淡淡凝重地提醒道。楚风点了点头，他曾见过恶灵，知道那东西的可怕。如淡淡所说，真的不是他能够抗衡的。这不是逞强的时候，所以在必要时刻，他会让淡淡来操纵他的身体，哪怕这会让淡淡承受巨大的负担，但只要能够存活下来，就起码还有帮助淡淡复原的办法。但若死了的话，就说明都没有了。在下定决心后，楚风继续向古堡深处前行，而越是深入，楚风越是不安。他惊愕地发现，这古堡竟然只有一条通道，而为了避免被恶灵发现，楚风又不敢以精神力观察。这样的情况使得楚风很被动，但他却没有选择，只能一直前行。最终，楚风走到了尽头，在这尽头处，一座浩瀚的大殿浮现在了楚风的面前。这大殿的风格，诡异2字便可概括，到处都渗透着不安，仿佛随时随地都会有可怕的恶灵出现在楚风的面前。只不过楚风却来不及去想那些，因为此刻他的目光已被那的尽头处的巨大座椅所吸引。因为在那座椅之上有着一个诡异的箱子，那箱子很大，并且形状很怪异，活脱脱的像个棺材。只不过这个棺材却是千疮百孔，并且比普通的棺材要大上10倍。糟了，这椅子上有结界。见恶灵并不在古堡内，楚风赶忙来到那巨大的椅子面前，但却发现这椅子外面竟布置了一层厉害的守护结界。别慌，以你如今掌握的结界之术，应该可以破解。只是那恶灵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你必须尽快。淡淡提醒道。只能拼了。楚风咬了咬牙，为利奥得到那秘籍，楚风只能冒着随时被恶灵抓到的危险来破解这具以上的结界。只不过越是破解，楚风却越是不安。他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身后盯着自己，但是回头张望，身后却明明什么都没有。在这座阴森的古堡内，怀揣着不安的心情，楚风紧张地破解着那座椅上的结界。终于，在经过了足足2个时辰的破解之后，楚风总算将这道结界破解开来。此刻，楚风大汗淋漓，连衣衫都被浸透了。他真的紧张到了极点。这2个时辰绝对是他最难熬的时间，因为他不知道那可怕的恶灵什么时候会出现，将他堵在这大殿之中。不过好在他总算成功了，成功的打开结界。那座如棺材一般诡异的箱子，楚风已是触手可及。但是楚风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丧失理智，他先是以精神力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诡异的箱子，发现并无异样后，才探手去抓，想将这箱子抬走。
可还不待楚风靠近，那箱子之中便散发出刺眼的光芒。与此同时，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也是自那箱子之中渗透而出。楚风，快跑！这箱子里面是恶灵！突然，蛋蛋紧张地呵斥起来：“什么？恶灵？恶灵怎么会在这里面？”楚风先是一愣，随后恍然大悟，在心中大骂道：“我干，被耍了！”楚风已经反应过来，他知道这古堡内始终有恶灵，只不过那恶灵却被囚禁在了那如棺材一般的箱子之中，而他刚刚费了足足2个时辰，其实没干别的，就是在想方设法的将他最担心、最惧怕的恶灵放出来。最让楚风无奈的是，他竟然成功了，成功的将被封印的恶灵放了出来。他这显然是被那该死的玄武遁甲术摆了一道。气愤归气愤，楚风脚下可不迟疑，早已是将御空术施展到了极致，迈开步伐，拼命一般的向古堡之外逃去。哈哈，解放了，终于自由了！想不到我刚刚脱困，就有这么鲜美的人类供我享用，老天待我不薄啊！而在楚风逃窜之时，一道异常狰狞的笑声也是在楚风身后响起。与此同时，一股极其庞大的气息正以楚风无法想象的速度压迫而来。楚风，快将身体交给我，让我带你逃离此处！蛋蛋急切地呼喊道。但是为时已晚，楚风还未反应过来，便被一股强大的气息压倒在地。而当他费力地抬起头时，发现一个可怕的怪物正站在他的身前，望着他。那是一个人形怪物，只不过却如同巨人一般，长得足有15米高，一只比楚风还大，面容也是异常狰狞，空洞的双眼，尖锐的牙齿，以及浑身上下流转的红色气体，都告知楚风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恶灵。可恶，这便是恶灵的力量吗？竟然连精神力都被封锁了。和蛋蛋的契约仿佛被切断了一般，已经无法将身体交给蛋蛋。楚风眉头紧皱，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可怕的对手，对方只凭独特的威压便封锁了楚风的一切修为、精神力，甚至无法与蛋蛋进行沟通，这让楚风体验到了一种感觉，绝望的感觉。嘿，年龄这么小，便成为了一位灰袍剑灵师吗？倒是有些手段。小子，不要怕，我吃你的时候不会让你感受到痛楚的。这只恶灵的声音非常的可怕，当真如同恶鬼一般。单是听到他的声音，便让楚风感到背脊发寒，想吃他，你还不配。可就在这时，一道深邃而古老的声音突然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就连这巨大的古堡也是一阵颤动。谁？这个声音响起后，就连那纸恶灵也是神色大变，不由得将凶恶的目光投向了入口的方向。而这一刻，楚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身下的大地开始颤动起来，1下、2下、3下、4下，这是脚步声，但是又是怎样的力量，才能每踏出一步都能让这样的土地为之颤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那纸恶灵也是变得不安起来，赶忙大手一抓，将楚风捏在了掌中，竟想拿楚风当作挡箭牌。与此同时，那沉重的步伐已是越来越近，楚风能够看到入口的方向，有着4只血红色的双眼浮现而出。难道说是他？楚风感到意外，因为他认出了那4只血红色的双眼，伴随着血红色眼睛出现的乃是大片的迷雾，这使得楚风无法看清他的本体。但不得不承认，他所散发出的气息比之此刻将楚风抓在手中的恶灵还要恐怖。你究竟是谁？为何闯入我的领地？见状，就连那只恶灵也是变得胆怯起来，一边说话一边向后退缩着。而就在这时，那迷雾终于退去，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楚风和恶灵的眼前。这只庞然大物长得很是奇怪，像是一只巨型乌龟，在那龟壳之上布满了尖锐的尖刺，而最主要的是，在这只巨龟的身上还盘踞着一条长相异常可怕的大蛇，大蛇与龟共用一体，2双血红色的双眼正盯着楚风和恶灵。而这个奇特的怪物显然就是那玄武遁甲术，无疑连本尊都不认识了吗？玄武遁甲术，藐视地看着那只恶灵，是你是那个时候的。而这一刻，那纸恶灵更是满面的惶恐，尽管他的面容很是狰狞，但还是能够看出他那恐惧的神情。突然，那只恶灵竟然跪倒在地，对玄武遁甲术跪拜起来，并且以求饶的语气说道：“不知是大人到此，先前多有得罪，还望大人见谅。你是想生还是想死？”玄武遁甲术问道。想生，当然想生。恶灵卑微地回道。想生，那就简单了，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从今以后，他便是你的主人，你守在此处，任何人不得通过这里，但唯有他，你不但要放，还要听从他的指挥。玄武遁甲术直着楚风道。见状，那恶灵不敢有一丝怠慢，赶忙将手中的楚风放到地面之上，并且以极其恭敬的语气对楚风说道：“属下拜见主人。”算你有点悟性，不过本尊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如若不然，你会知道那后果是怎样的。乖乖的守在此处吧，待得你这个主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尽属下之职便是。玄武遁甲术冷冷地看了那只恶灵一眼，大片迷雾自他体内狂涌而出，将楚风包裹了起来后便消失不见，只留下那只恶灵神情慌张地盯着先前玄武遁甲术所站着的位置。片刻之后，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刻，他的思绪已经飘向了那遥远的记忆。时间过得太久了，他已经记不清那是多少岁月之前的事，只记得在数位邪恶界灵师的率领下，由恶灵组成的大军在某片土地四面四处抢夺资源，山脉被踏平，江河被蒸干，四处都是战火。他们的大军所向披靡，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挡，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所见生命尽数屠杀，只不过让人闻风丧胆，啼之色变，险些将一座极其强盛的大陆彻底毁灭的他们，却被一个男子击败了。因为距离太过遥远，
所以他没有看清那男子的模样，只记得那男子只是一击便将他们的大军击溃，只是一个眼神便将统领他们的邪恶界灵师全部诛杀。那男子强大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他屹立天地之间，已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神，并且在那男子身边还跟随着4只极其凶残而强大的怪兽，而刚刚的玄武遁甲术便是其中之一。突然，那恶灵叹了口气，放弃了恢复自由的念头，乖乖地回到了古堡的深处，因为他不敢违抗玄武遁甲术的命令。与此同时，楚风只感觉身体漂浮在半空之中，似乎在急速移动。而当他双脚落地，迷雾散尽之际，惊愕地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刚刚那幻象阵所在的地方，而那玄武遁甲术也正看着自己。他用2个时辰行走的路程，玄武遁甲术竟然只在一瞬间便到达了。前辈，您此刻。楚风满肚子的疑问，但却又不知从何问起。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何让你去放出那只恶灵吧？玄武遁甲术笑道。楚风猛地点头，这只是小问题，相比这些，我猜你更好奇，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宝藏？前辈，难道您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见状，楚风急切地追问道。哈哈，当然，这里的一切可都是我曾经的主人留下的，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亲自打造布置的。不过可惜，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我们答应过他，不将这里埋藏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玄武遁甲术坏坏地笑道，而这则是让楚风极度无语，有一种想要骂街的冲动，心想不告诉我，你还问我想不想知道，这不是玩人一样吗？似乎看出了楚风的无奈，玄武遁甲术又笑着补充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里面藏着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宝藏，一个能让人为之疯狂，能让亲人反目，能让爱人相残，能够引起血雨腥风，甚至毁灭这片土地的宝藏。而你现在的你却连靠近那宝藏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就算我告诉你那是什么也没用。不过你很幸运，遇到了我，因为我多多少少会帮上你一些忙，就比如刚刚那只恶灵，虽然它只是此处最外围的一只看门狗，但是它若能为你所用，当你日后再踏入此处时，总会对你有一些帮助。但是可惜，离开了主人的身体后，我的实力早已大减，如今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吓一下刚刚那种小喽啰还可以，这深处的那些守护者可不会听从我的命令，所以若是想拿到这最深处的宝藏，还是要靠你自己。而听得玄武遁甲术的话后，楚风心中更是大吃一惊，连如此强大的玄武遁甲术都无法命令的守护者，那会是何其强大？连刚刚那只能将自己压制的喘不过气，甚至隔断自己与蛋蛋契约的恶灵，都只是一个小喽啰，那么不是小喽啰的存在，又会有多可怕？这一刻，楚风彻底被震慑到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弱小，哪怕他如今在青州已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们眼中的妖孽，但是相比于真正的强者，他恐怕连一只蝼蚁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罢了。这一刻，楚风真的很好奇，这里的主人究竟是谁？他究竟踏入了什么境界，才能够如此强大？难道真的是如蛋蛋所说的武帝境？可是连玄武境都没有踏入的他，要想踏入那传说一般的武帝境，又要用上多久的时间？这一刻，楚风自嘲地发现，他这引以为傲的天赋，进步神速的突破速度，跨越多重修为的战力，其实真的都不算什么。因为只依靠这些的话，恐怕他一辈子也无法触及那武帝境。他在别人眼中是妖孽，可若在真正的天才眼中，他也只是平庸之辈罢了。就比如那位比他年龄还小的紫衣少女，世界如此之大，九州大陆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楚风很难想象，在那浩瀚无边的天空下，究竟有着多少天才正在成长，而他还并没有真正踏上那辽阔的舞台，所以他必须变强，变得越来越强。虽说能否拿到这里的宝藏，还要看你自己，但是我还是会尽我之所能来帮助你。眼下我能对你做到的最大的帮助，那便是将我的能耐传授于你。玄武遁甲术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随后他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得虚幻起来，如同当初在白虎山脉看到的白虎攻杀术一样，变成了一个云雾般的虚幻体。他竟然真的要附在楚风的身上，将自己的力量交由楚风使用。可是前辈，你我无亲无故，为何要这样帮我？这是楚风心中最大的问号。我帮你总有我的原因，就像白虎那家伙选择了你一样，我们的原因是一样的。至于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你日后自然会知晓。突然，虚幻体的玄武遁甲术向楚风迎面扑来，正在进入楚风的身体。与此同时，大量的信息也开始在楚风的脑海汇集，伴随着阵阵刺痛，那云雾一般的气体正在滚滚翻腾，如浪潮一般钻入楚风的身体。大量的信息开始也在楚风的脑海涌现，这让楚风了解了这玄武遁甲术的厉害之处。如果说白虎攻杀术是最强的攻击手段，那么这玄武遁甲术便是最强的防御手段。它的防御方法不仅仅是坚不可摧的遁甲，若是楚风可以完全掌握，更是可以制造出搅乱心神的迷雾，以此来置对方以死地。就算不能杀死对方，也可以在战斗中干扰对手，大大降低他的战斗力。而这便是玄武遁甲术的奇妙之处。而与此同时，那玄武遁甲术深邃而古老的声音也一直在楚风的耳边响彻着。楚风，你听好了，这里的宝藏是常人所无法得到的，所以这里的秘密不怕传播出去，因为能够拿到这宝藏的人少之又少。这里的守护者，这里的屏障会让将很多人阻隔在那宝藏之外，所以你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在没有一定的实力之前，不要贸然踏入此处。若想知道我和白虎为何选择的你的原因，就去叫我们的另外2位老朋友，也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吧。那个时候，关于我们的秘密自然会揭晓。希望我们没有选错人，
玄武遁甲术的声音越来越小，最终伴随着他声音的消失，那萦绕在楚风身前的云雾也消失了，并且他还留给了楚风一个需要自己去解开的谜团。原来白虎攻杀术和玄武遁甲术选中都是有着某种原因的吗？他们的2位老朋友，那应该是另外2种秘籍吧？果不其然，在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一个秘境吗？楚风站在原地思索不定，还能有什么原因？明明是看中了你的潜质，如若不然，那白虎攻杀术和藏在青龙山脉的秘籍也不会在你之前选择其他主人了。若要硬说是秘密，很可能他们4个齐聚一体之时，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吧？就在这时，淡淡那甜美的声音突然响起：“淡淡，你没事了，太好了！”这一刻，楚风大喜，因为他发现那与淡淡本被隔断的契约竟然已经恢复了，他又可以感受到淡淡的存在了。本女王能有什么事？不过是被那只来自鬼灵界的恶灵暂时性的隔断了契约而已。不过还别说，那只恶灵有些本事，恐怕普通的天武境也不是他的对手。淡淡撇嘴道：“原来那只恶灵是来自鬼灵界的吗？难怪长得跟鬼一样，那么吓人。”楚风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别发呆了，离开吧，这里不是你能探索的了，起码达到天武境，否则别来这里了。”淡淡提醒道。楚风点了点头。在那只恶灵的后面，存在的是连玄武遁甲术都无法对付的存在。楚风只要想想，便感觉毛骨悚然。总之，他已经知道这地藏有多深不可测，至少远不是现在的他可以探索的。恐怕不只是他，就算是那江氏皇朝，也未必有这个资格。可在楚风刚刚走出没有多远后，惊愕地发现后方出现了一座城池，定目观望，那竟楚风等人先前踏入的幻象阵。这幻象阵竟然还在？难道说这幻象阵并非玄武遁甲术布置的？楚风有些吃惊，尽管他已经经受过了那幻象阵的考验，但是现在看到这座大阵，他还是会感到背脊发寒，因为这座大阵者实是太过恐怖了。幻象阵本就是无形的，走吧，有这幻象阵在，相信很多人都无法通过，就算可以通过这里，也过不去后面的关卡。相信能够靠近那宝藏的人，在这座大陆还真是没有。淡淡不屑地说道。而楚风也觉得淡淡说的有道理，因为只是最外围的幻象阵，和被玄武遁甲术形容为小喽啰的恶灵就已如此强大，他真是不敢想象那深处的守护者又会是怎样的存在。也许是能够将这座大陆之上的一切都毁掉的怪物吧。可是只要一想到能够毁灭九州大陆的怪物，楚风便不由得想起，在他的精神世界内好像还封印着一只怪物，而据淡淡形容，那只怪物就是可以毁灭九州大陆的存在，并且淡淡还说过，那只被封印的怪物在他眼中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楚风能够从淡淡的语气中感受到，淡淡并非像吹牛，他曾经似乎真的拥有藐视一切的实力。可是就是这样强大的淡淡，和那只能毁灭九州大陆的怪物，却被封印在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又让楚风不得不去想象，那做了这一切的人究竟有多强大？他是自己的父母，还是自己的亲人，又或者是什么人？父亲、母亲，你们还在这个世上吗？楚风心中回荡着这个疑问，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亲生父母还在世上，这是他最想得知的真相。由于已经探索过，所以再回去的时候，楚风便可以毫无顾忌的赶路，他的速度大大提升，只是几日时间便来到了路口。只不过返回的途中，楚风可发现了不少麒麟王府之人的尸首，都惨死在了岩洞世界中的机关内。可见，在他成功开启这入口后，麒麟王府又派了不少高手来探索这里。只不过可惜，不懂得借灵之术的他们，哪怕修为再高强，却连最简单的机关也无法躲过。不过楚风最为不解的是，当这个消息传出后，麒麟王府的主宰者、麒麟王府的府主却并未现身。按理来说，在这种很可能藏匿无穷宝藏的入口被开启后，哪怕是那位府主也会无比动心，会第一时间来亲自处理此事才对。而他并未现身，显然有些不合常理。但是楚风也懒得去猜想这些，趁着守卫不备，便悄悄地离开了此处。楚风已经准备离开青州，所以他在临行之前还要与一些人告别一下，而最先告别的那便是他的亲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后，楚风终于再度来到了楚孤羽等人隐居的城池。进入城池的时候，楚风还在想，他拿出李长青给他的6段武技后，不知道楚孤羽等人会开心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许又要彻夜难眠了吧。楚风弟，你总算出现了，我们担心死你了。然而楚风刚刚进入这座宅院，楚月便满面惊慌地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楚风，甚至楚风感觉他的身体都在颤抖，口中已经发出哭声。与此同时，在楚月身后的所有楚家人都是又喜又忧，满脸的后怕地看着楚风，就仿佛楚风是自鬼门关走回来的一样。楚月姐，你们这是怎么了？我好端端的，没什么事啊。楚风被楚月等人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同时也莫名的感到不安。楚风弟，你放心，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楚风大哥，你永远是我们楚家人，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是啊，楚风弟，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还有我们这些家人，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会不离不弃的支持你。就在这时，楚威、楚成、楚真等人都从宅子内走了出来，就连楚孤羽也是走了出来。所有人看到楚风都很激动，而这一刻，楚风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不对，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于是问道：难道这些日子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事吗？弟弟，你不会还不知道吧？见楚风那一脸茫然的模样，楚孤羽察觉到了什么。自从百宗大会结束之后，我便一直在一处隐秘的地方修炼，出来后便直接来找你们了，并不知道这些时日有发生过什么。楚风解释道：弟弟，你跟我来。见状，楚孤羽先是谨慎地扫了四周一眼，便准备向宅邸深处走去。可就在这时，只见楚风大袖一挥，一层磅礴的隔音结界便浮现而出，笼罩了这方天地。随后道：大哥，就在这里说吧。楚风的神情变得很是不安，并且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弟弟，百宗大会的事情都是真的吗？你杀了凌云宗第一弟子独孤傲云，还废了凌云宗第二弟子封浩。楚孤羽凝重地问道。没错，是凌云宗找我麻烦了。楚风反问道。不仅是凌云宗，就连麒麟王府都在找你麻烦。楚孤羽说道。麒麟王府。而听得此话，楚风则是大惊。虽然他也知道凌云宗和麒麟王府关系不错，但是麒麟王府之中，他可是有齐风阳坐镇。齐风阳如今是天武境高手，在麒麟王府的地位应该更高，话语权一定比凌云宗要重才对。如今麒麟王府怎么会将矛头对向了他？弟弟，那么百宗大会结束后，你就没再和齐风阳聚头过，没有和他去过麒麟王府吧？楚孤羽继续问道。没有过。楚风摇了摇头。楚孤羽先是无奈的叹息一声，随后道：现在外面传闻说你联合齐风阳，想要杀掉麒麟王府的府主，帮助齐风阳谋权篡位，但是因凌云宗宗主燕阳天及时赶到，你二人才未能得逞。如今齐风阳已经被抓，将在10日后于麒麟王府斩首示众，而你则是趁乱逃脱。如今麒麟王府正在到处捉拿于你，并且下令所有与你有关之人都必须站出来发表声明，公告天下与你斩断关系，以能与你这样的恶人交友为耻。否则怎样？楚风追问道。否则他们会在将齐风阳斩首示众之后，将那些与你关系亲密却并未公告天下与你断绝关系的人全部斩首，诛杀满门。楚孤羽说道。竟然有这种事！这一刻，楚风眉头紧皱，他想不到这短短10几日的时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齐风阳被抓了，并且还要被斩首示众，这究竟是为什么？他根本没有与齐风阳去暗杀过麒麟王府府主，并且从齐风阳的谈及府主的时候，楚风也能看出齐风阳对府主忠心耿耿，根本不可能叛变，这其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但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楚风此刻已经来不及去想，他只知道齐风阳这位曾多次帮过他的大哥，将在10日后被自己效忠的麒麟王府斩首。楚风，这麒麟王府显然已经与凌云宗联合了，他们不仅要对付齐风阳，更是在逼着你出来。10日后，若是你没有主动现身，他们便会将青州翻个遍。如果还找不到你，他们就会将所有与你有关的人斩杀。现在，你必须将你身边重要的人安置在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然后才能去考虑如何救齐风阳。否则，不仅是你要死，就连你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会活下来。别以为只要他们站出来说与你断绝关系，麒麟王府和凌云宗真的会放过他们。他们若想杀死你身边的人，有无数种理由，无数种手段，因为这里本就是他们的地盘，根本没人敢违抗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预感到了楚风接下来要做的事，淡淡凝重地提醒道：淡淡，你觉得我现在将他们安置到哪里最安全？楚风扫视一眼此刻站在他周围的楚家人，实在不想他们再因为自己受到牵连。眼下最好的去处便是万古坟冢，那里不但有青龙道人保护他们，还有金元池能够让他们增进修为。淡淡说道。万古坟冢？怎么可能？开山祖师明明让我保密他存活在世的消息，怎么可能答应让我将至亲之人带到万古坟冢生存，还让他保我亲人的安全？楚风觉得这实在太过疯狂了，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事情。笨蛋，换做以前也许不可能，但是现在不同，青龙道人有求于你，他不会拒绝你的这个请求。何况你将你至亲之人送进万古坟冢，也是给他增添了底牌。淡淡解释道。增添底牌？你这是什么意思？楚风感到不解。你想啊，青龙道人有求于你，想让你成长起来，来让他复活，可是以他的性子，绝对不会完全信任你。但是你将最亲近的人送进万古坟冢，他就可以在翻脸的时候拿你的亲人当作筹码来要挟你，至少胁迫你必须帮他，并且不能耍手段。这等于你自己将你的亲人交给青龙道人，让他威胁于你。青龙道人那么聪明的老家伙，一定能算明白这个账，所以他一定会同意，无论你往那万古坟冢塞多少人，他都会同意。淡淡说道。这一刻，楚风有些犹豫了。本来他觉得没什么，只是担心青龙道人是否会同意。但是听过淡淡的分析后，他也觉得，若是青龙道人真的如淡淡所说，只是想利用他的话，那么他将自己的亲人送到万古坟冢，还真的是羊入虎口了。楚风，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除非你现在将你的亲人全部送离青州，才能确保他们暂时的安全。可是你也只能确保他们暂时的安全，你能确保他们离开青州就能真的安全吗？以你的性格，就算离开青州，也难免会结下大敌，甚至比麒麟王府和凌云宗更强的大敌。你能逃，他们能逃吗？所以你必须将你的亲人安置妥当，没有后顾之忧。虽说青龙道人很可能是利用，但是你现在就要利用他，他不择手段，你就比他还不择手段。你要清楚，在你未能帮他复活之前，他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亲人的。这段时间，你的亲人是绝对安全的。而以你的天赋，当你成为一位紫袍界灵师的时候，你觉得你还会惧怕青龙道人吗？那个时候，他若真心想要你帮忙，对你并无歹意也就罢了；若是他只是想利用你，利用过后便过河拆桥的话，你也可以将他反杀。淡淡继续说道。而这一刻，楚风则是陷入了沉思。他觉得淡淡说的很有道理，可是事关他的至亲之人，还是觉得这样太过冒险。这一次，我听你的。最终，楚风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后，还是觉得淡淡说的方法可行。于是，楚风就在当日护送楚家人前往了青龙宗。因为如今是特殊情况，所以哪怕楚风是青龙宗的弟子，也不得不戴上斗笠，隐藏自己的身份。而还未登上青龙宗，在登山的路上，楚风便看到了大批的青龙宗弟子正背着包裹向山下赶路。与此同时，还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声。本以为青龙宗将要崛起，拜入此宗门将有大好的前程，谁知道刚刚拜入就要离开。是啊，只因为一个楚风，我们这些人都要另转他宗，那楚风真是该死。是那李长青太顽固了，
明明只要他站出来宣布青龙宗与楚风撇清关系便可谁曾想他倒是站出来了，结果却说青龙宗与楚风同存亡，这他妈不是将咱们都毁了吗？谁说不是呢？麒麟王府和凌云宗已经一同发话，和楚风关系不清的都要面临灭门之灾。李长青这样做，就等于让青龙宗面临灭宗的命运。我等若不尽快撇清关系，就要受到牵连。真希望楚风早点被麒麟王府的人抓住弄死他。他可真是个丧门星。别说这些了，还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听的那些人的话语，楚风双拳不由紧紧握拳，不过随后又缓缓松开了，但是脸色却依然不好看。这些人当初在他风光之时，一个个的巴不得与楚风结识，以楚风的名头来增添他们炫耀的资本。但是当楚风遇难的时候，他们却第一个夹着尾巴逃跑，根本未曾想过楚风的安危，反而责怪楚风让他们断送了前程。楚风弟，有一件事，我想了想，还是告诉你吧。突然，坐在楚风旁边的楚月开口道：“楚月姐，什么事？”楚风问道：“我听说，就在前段时间，苏柔和苏梅姐妹也宣布和你撇清关系了，并且以认识你这样的人为耻。只不过什么？只不过这并非是他们亲自说的，而是他们的父亲苏恒替他们站出来说的。”楚月说道：“这件事我知道。”楚风微笑着点了点头，表面上却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但是心中却已经燃烧起一团熊熊怒火。楚风，那叫苏恒的老登台真欠收拾，我建议你抽空弄死他。淡淡替楚风感到不平，我心里有数。楚风并未回答，他想的不是怎么对付苏恒，他想的是现在苏柔和苏梅姐妹究竟是怎样一个处境，他们会不会已经身处险地？之后，楚风凭借特殊的手段，将楚家一行人成功的送到了万古坟冢所在的地带。只不过这一路走来，楚风却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青龙宗几乎所有弟子和长老都选择离开了这里，与楚风和青龙宗撇清关系。来到万古坟冢之后，楚风并未将所有楚家人一同带下去，而是自己先开启了通道，进入了万古坟冢之中。因为他必须先经过青龙道人的同意。起初听到楚风的话后，青龙道人面容大变，甚至有些愤怒。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楚风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拒绝之意。不过当楚风说出这些人对他的重要性后，青龙道人却动摇了。最终他不但答应了楚风的请求，还保证在这万古坟冢内会确保楚风家人的安全。而打铁趁热，楚风还借机要求让李长青等青龙宗的人也一同进入此处寻求庇护。这次青龙道人并未犹豫，一口答应了。于是在将自己的家人妥善的安排进万古坟冢之后，楚风便离开万古坟冢，前去寻找李长青，这位甘愿为了自己而断送整座青龙宗的老人。此刻的李长青正站在一座宫殿之巅，居高临下的眺望那正缓缓离开宗门的弟子与长老们。而诸葛流云、护阁六老也伴随他的左右，看着那大批向山下涌动的人流。这几位老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复杂之色。所谓人心隔肚皮，患难见真情，可是真相往往让人心痛的。谁曾体会过那些整日跟在你的身后，对你溜须拍马的人，对你宣誓忠诚的人，在你遇到大难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离去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走就走吧，都走了也好。全是这样的弟子和长老，青龙宗根本无法真正的强大起来。诸葛流云怕李长青有所负担，上前劝道：“呵，不会这么看不起我吧？我怎会因为这样的弟子离去而心痛？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的眼光不差。我之前看好的弟子，不是全都留下来了吗？”李长青回头看向身后，在不远处竟然站着59名年轻的核心弟子，以及38名修为不错的长老，他们都是李长青暗中选中的好苗子。这些人不但修武天赋不错，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一颗忠诚的心，与青龙宗共患难，为青龙宗而死的心。而事实证明，李长青并没有看错人，在青龙宗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这些弟子都留了下来。什么时候离开这里？你不会真的想带他们待在这里等死吧？诸葛流云问道。当然不会，我们等这里空无一人之后便启程，一定要确保我青龙宗的优秀人才活下去，只有他们才能让我青龙宗重手。李长青回道。不知道楚风那小子究竟去了哪里，希望他不会有事。诸葛流云看向远方，眼中涌现出一抹担忧。而听见楚风的名字后，几乎所有人的面容都是不由变得感慨起来。哟，几个老头在这看风景啊！可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却突然在李长青等人身后响起。听的这个声音，李长青等人都是面容大喜，赶忙转过身来。而当他们看清这个人之后，本就大喜的脸上更是狂喜无比。楚风，你小子没事，这可真是太好了！见到楚风，李长青等人都激动不已，快步的走了过来，开始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楚风，好像生怕楚风受了什么伤一般。嘿，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楚风一笑，随后看了一眼身后的长老和弟子们，对李长青道：“宗主，这就是你之前说的好苗子，不错嘛。那是当然，老夫的眼光何时差不过？只不过你小子这次似乎捅下了大篓子，恐怕我们所有人都要陪你过上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了。”李长青笑着拍了拍楚风的肩膀，虽然他嘴上这么说，可是他却没有丝毫责怪楚风的意思。颠沛流离的日子，你们恐怕过不上了。楚风笑道：“楚风，你小子这是卖什么关子？”听得此话，李长青等人皆是不由一愣。你们跟我来就是了。楚风说话间便欲走，不过又止住了步伐，回头看向那群李长青选出的好苗子道：“将他们也一起叫上吧。”众人都不知道楚风在卖什么关子，就算被楚风带到那片山林之后，还是茫然不解。直到楚风开始布置结界阵，凝聚出结界入口之后，诸葛流云才反应过来，他满面吃惊，不可置信地指着楚风所布置的结界入口道：“
楚风，你不会解开了这万古坟冢之谜，找到了它的入口吧？楚风，这是真的吗？你打开了这万古坟冢？见状，李长青等人也是赶忙上前追问。至于其他人，也都是面容大变，脸上布满了震惊之色。万古坟冢是什么地方？这可是青龙宗的一个传说，在青龙宗就没有人不知道这万古坟冢的，但却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万古坟冢。就算见到万古坟冢等人，大部分也都死掉了。据说只有少数的几人没有死掉，但都变成了疯疯癫癫的傻子。若是楚风今日真的打开了万古坟冢，那也就等于解开了青龙宗近1000年的未解之谜，这自然让人期待，但也让人感觉不可思议，难以置信。面对众人那期待的眼神，楚风最终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的确找到了万古坟冢，但却还未解开这里的谜团。不过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在座的各位，在这下面大家是可以生活的，因为这里特殊的结构，就算在这里面生活数十年也绝对没问题。你们藏匿在这下面，麒麟王府和凌云宗的人绝对找不到你们，更别想伤害你们，并且在这里面还有着能够帮助各位迅速突破修为的东西，那东西能带来的好处可不是原药和玄药能够比拟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在这下面各位还会看到一个你们绝对想不到的人。楚风究竟是谁？是啊，楚风，还有谁在这里面？你就别卖关子了。早已被楚风说的热血沸腾的人们迫不及待的想知道，那下面究竟是什么人能够让楚风卖这么大的关子？我青龙宗的开山祖师青龙道人。楚风坦然的说道。什么？楚风，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而听得此话，几乎所有人都是瞳孔猛然一缩，不敢相信自己先前听到的话。我青龙宗的开山祖师，如今就在这下面。楚风又强调了一遍。楚风，你开什么玩笑？距离青龙宗创建已有1000年时间，祖师怎么可能还存活在世？一位长老并不相信楚风说的话。就是楚风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说。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相信。若是不信，跟过来看看便知。楚风微微一笑，也不解释，而是率先踏入了结界入口之中。见楚风消失后，李长青等人则是变得更加紧张了。他们先是彼此张望一番，随后便赶忙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袍，直到自己觉得很规整了，才追随楚风的步伐走下来。而当他们穿越结界之后，发现楚风正站在他们的面前，笑望着自己。而在楚风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同样面带笑容的老者。这老者身穿青袍，手拿拂尘，全身散发微微光亮，仿佛仙人一般，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弟子李长青，青龙宗第23代宗主，拜见开山祖师。这一刻，李长青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赶忙跪倒在地，对青龙道人施以大礼。至于护阁六老以及其他长老和弟子，则是震惊的无法自理，如临梦境一般，呆呆地看着青龙道人，还以为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许久之后才缓过神来，这才赶忙对青龙道人施以跪拜大礼。都起来吧，不要拘束。而青龙道人也是没有一点架子，笑着将李长青等人搀扶了起来。之后，青龙道人向李长青等人介绍了金元池的功效，告诉他们该如何在这金元池内修炼。得知这金元池的玄妙后，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将让他们修为大进。尤其是李长青，甚至有希望冲击那遥不可及的天武境。只不过关于青龙道人为何还存活在世，这万古坟冢又通向哪里，那数万白骨来自何处，却没有人敢问。因为对开山祖师心怀无比崇拜的他们，在青龙道人不说的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敢去问这些。当了解这里的一切后，李长青他们开始将青龙宗的重要物资搬运到万古坟冢之内，还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跟资源，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在这里住上多久。而在李长青等人忙碌这一切的时候，青龙道人则是将楚风叫到了一处安静的角落，对楚风说道：楚风，因为老夫身体特殊的原因，根本无法离开万古坟冢，恐怕你这次面临的难关，我是无法帮助你了。不过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也许能在危机关头，它能保你一命。说话之间，青龙道人便将手指点向了楚风的额头。而这一刻，楚风顿时面容大变，双眼之中涌动出狂喜之色，因为青龙道人正在向楚风灌输一种武技，一种极其玄妙的身法武技。尽管这武技并未标注是几段层次，尽管楚风还未曾修炼，可单单知道这武技的修炼方法，楚风便知道这是一种比御空术还要玄妙许多的身法武技。这是老夫生平所创的众多武技之中最满意的一个，但也是最难修炼的一个。这是一种能够御空而行的身法武技，但却与常规的身法武技不同。它不是凭借自身能力行走，而是依仗武技进行游走。我没有确定这武技的段位，因为它无限的接近9段武技，但实际上它却还徘徊在8段武技之间。8段武技在这大陆之上并非唯一，但却也只是我所能创造的最强武技，所以我并不甘心，于是才没有定下它的段位，也没有传给任何人。不过你若是能够掌握它的话，它一定会成为你最佳的保命资本。只要你能够娴熟的掌握，相信少有人能够追得上你的步伐。青龙道人凝重的讲说道：祖师，那这武技可有名字？楚风已经大概了解这武技的玄妙，的确如青龙道人所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武技，是御空术等常规身法武技所无法比拟的。而面对楚风的问题，青龙道人则是微微一笑，龙游9天。